空气清净机大概已经在台湾的家庭里面普及化5-6年了。那这几年里面，各种品牌都推出了形形色色的空气清净机。那还有没有解决的痛点？有，就是真正适合大空间使用，并且解决大风量噪音问题的空气清净机。Dyson 以往的机型大概就是适合8到10平左右的空间来去使用，但是市场上面就渐渐的出现一些呼声，说啊，我家的客厅可能就比较大啊，或者是我可能想要把它放在办公室里面啊，我想要把它放在补习班的教室里面，希望 Dyson 他们可以推出能够净化更大空间的空气清净机。那空气清净机的滤网面积，甚至是整个机器的体积，往往就决定了它能够适用于多大的坪数。那对 Dyson 来说，滤网变大这不是什么难事，困难点在于要在更大的空间里面做到一样极致的空气循环效率，要吸入更多的空气，并且把它们过滤好，把干净的空气送到更远的地方，同时还不能够制造太多风扇运转的噪音。那上述这些问题解决之后，研发的结果就是我身边的这一台 Dyson Purifier Big and Quiet Formaldehyde 强效极净甲醛侦测空气清净机 BP03， 它现在可以把风安静的送到10公尺以外，适用于100平方公尺的空间，等同于30平左右。那在选择或者是评测空气清净机的时候，往往我们大家看的第一个数据就是 CADR 值，因为它是唯一一个可以跨品牌、跨机型来去比较的数据。但是它真的有符合实际的使用情境吗？ CADR 它是在一个3.5平方左右的小房间里面啊，还有风扇帮助循环，只有一个感测器，然后把机器放到空间正中央的位置。我就问，谁家的空气清净机会真的把它放到中央的位置，而不是靠墙摆放的？至少我不是这样子啦。Dyson 认为这样子并不符合家中实际的使用状况，那我也不认同。所以 Dyson 他们用更符合用户实际的使用情境的 Polar 测试。这一次他们搭建了一个100平方公尺的大型实验室，配备里面有36个感应器，确保机器能够拥有彻底而且是平均的洁净，相当于一个大型开放式的生活空间的效能，并且单纯的只靠空气清净机自身来去做到全室的气流循环。那有别于过去 Dyson 他们家的 HP 还有 TP 系列的空气清净机，就是那一些是有凉风还有暖风的复合式功能的。BP 系列它只专注在做一件事情，就是透过气流的循环，让大空间达到均匀清净的效果。外观上有别于以往采用的环形无扇叶的设计，但一样是超高质感，像艺术品一般的设计风格。无论是摆放在家里的客厅或者是办公室，都是质感突出的存在。那由于它的滤网是360度的，所以建议不要完全的贴墙摆放，稍微预留一点点空间就可以了。BP 系列它采用的是一个巨大倾斜的锥形头，坐落在一个圆筒状的机身上，下方圆筒的机身就是放置HEPA 滤网、活性炭滤网还有催化滤网的地方。整体的配色采用的也是经典的 Dyson 配色，筒状的机身是低调的普鲁士蓝，可以很好的去衬托上面银灰色的锥形头。那中间的金色碟盘有一个可以显示多种监测数据的 LCD 萤幕，旁边有开关的按钮以及一个侦测环境光源的感测器，在睡觉侦测到环境的光变暗的时候 ，LCD 的亮度也会自动的降低，不干扰使用者。左侧的这一边就是各种感应器的位置，也有用红色特别的去凸显，同样出现在产品名字里面，主打能够捕捉并且分解的甲醛。必须说，在所有的空气清净机里面 ，Dyson 的监测是做到非常非常完整的。那也因这一次变大也变重的机身，底部这边它有贴心的设计一个隐藏式的全向滚轮，方便你推到家中不同的区域。那在桶装的机身上面也有保留一个金色的遥控器磁吸的位置。那我对空气清净机的使用情境大概是这样子的，我都是24小时的开着自动模式，当它侦测到空气品质不佳，那机器它就会自动的加大运转，所以基本上我是不太需要去控制空气清净机的。但是当你如果有需要的话，你仍然是可以透过遥控器还有 My Dyson App 里面来去调整。那这个机型里面它有10段的风速可以调整，也有 Auto 的模式，可以去自动的根据空气品质来去调整它的风速。那大家可能会发现，这一次 Dyson 它不像过去的型号这样子以一个水平方向的摆动350度去创造室内空气的流动，而是靠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气流原理去产出安静又强劲的风流，达到全室空气的循环。虽然说它没有主打凉暖风的功能，但是基本上它也是可以当成是一个循环扇的。那为了避免吹到人或者是对应家中不同的摆设，它的垂直方向一共有3个角度可以调整，
分别是0度、25度以及50度。如果在0度继续的往下按，就会启动 Dyson 他们全新设计的自然风模式，透过演算法去模拟自然环境中随机而不规律的风。那这样子的风在体感上面会更加的舒服。那开启这个模式之后，它预设最小的风速就是4。那我实际感受起来的风的确也会更加的分散。那同样在遥控器上面也有定时的模式，还有夜间模式，按下 I 就可以去切换各种监测的资讯。这是市面上目前最完整的空气清净机的监测，温度、湿度、滤网的使用状况、联网的状态、即时的空气品质、24小时的空气品质、PM2.5、PM10、甲醛、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以及二氧化氮都有。那买 Dyson App 里面它也有相同的资讯，只是在 App 里面它会更加的详尽。例如说像 VOC 或者是二氧化氮这些，它会显示数字，也会以百分比来去更精确的显示滤网的寿命。那如果说你要设定排程，每天几点钟到几点钟运转，让外出回到家的时候就能够享受到干净的空气的话，就必须要透过 App 来去设定。那除了自己的 App 之外，它也能够去连接 Google Home 去做到智慧家电的控制，或者是透过 Siri、Alexa 来去控制全面的智慧化。BP 系列它是由3层360度的滤网构成完全密封的过滤系统，第一层是可以过滤 99.95% 的污染颗粒，包含小到 0.1 微米的灰尘，还有过敏源的最高等级 HEPA H13 的滤网。那这一次的滤网面积还有体积，相较于以往的机型大非常的多。大概是127张 A4 纸折叠459次这么的大，平均的寿命甚至来到长达5年。那当然这也要取决于你的环境的空气品质，那机器它会自动的去计算提醒。那第二层同样是非常大一片的活性炭滤网，主要是捕捉有害的气体、异味、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等等的，平均大概是2年需要去进行更换。还有一层滤网是在机身的内部，就是第3层的甲醛催化滤网。那甲醛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归类于1级的致癌物，就是研究证实已知对人体有明确致癌性的物质。可是甲醛的应用又非常的广泛，它可以用来防腐、合成树脂作为粘着剂，所以刚装潢好的房子里面，甚至到指甲油里面都有甲醛的踪影。那去除甲醛的方式，除了可以靠通风以外，还有一个就是靠触媒。那 Dyson 除甲醛的方式就是依靠触媒，利用锰甲矿将甲醛分解成为二氧化碳还有水。那这一层的滤网它是可以永久使用，不需要更换的。那有了致密、面积又大的滤网，要让空气通过，而且风量大，势必就需要更大功率的马达。这个就是市面上很多空气清净机遇到的难题。有一些的机型，它的过滤效果虽然非常的好，但是大风量运转的时候就会很吵。就是你减少了空气污染，却增加了噪音的污染，这个不是 Dyson 他们想妥协的事情。所以产品的名称上面它就告诉你了，就是 Big and Quiet， 除了要适用于大空间，它还要安静。Dyson 这一次他们抛弃掉原本设计的环形无扇叶的设计，从头到尾重新的设计，利用康达效应的锥形气流聚合技术，让流体根据曲面产生风向上面的变化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他们在这个圆弧碟盘的表面上面汇聚了2股的气流，因此可以产生多1倍的气流量，让风可以吹送到10公尺以外。所以 Dyson 他们可以很自信的说，他们的测试方式是不需要透过外力，例如说像风扇或者是循环扇，而是透过空气清净机本身就能够去做到全市的空气循环。把机器放到角落里面，即使是远处的污染源，它也能够带回来锁在滤网里面，均匀的去净化空气。那马达运转的声音，它就是透过机身里面一个巧妙的结构设计，它利用亥姆霍兹共振腔的消音原理，去消除马达还有扇叶运转的时候所产生的特定频率的噪音。在开启到最大风速的时候，大概也就只有56分贝，这个音量大概就是我以前机型的大概5号风速左右，真的非常的安静。平常在运转的时候，其实很少会触发到这么强的风速，1级到4级的风速，在我们办公室里面几乎是无法发现它的存在。Dyson Purifier Big and Quiet from the High 强效极净甲醛侦测空气清净机，它其实有2个型号，一个是 BP03， 另外一个是 BP04。那主要的差异点有3点，我也先帮大家做好功课了。第一点就是颜色上面 ，BP04 它是金色的机身搭配普鲁士蓝的锥形放大头。那第二点就是 BP04 它内部的活性炭滤网有升级成为负夹碳滤网，从红色的标签上面有 K 的字样，你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它可以捕捉多3倍的二氧化氮。那第3点
点就是 BP04，它多了一个二氧化碳的感测器，能够实时的去监测室内二氧化碳的浓度，提醒室内什么时候应该换气了。那其他的功能都跟 BP03一模一样。那该怎么做选择呢？就我个人认为啦，活性炭滤网它其实已经足够大部分台湾的环境来去使用了。那如果你真的需要到附加碳滤网的话，作为耗材，你之后买来自行更换也是可以的。那二氧化碳的监测功能就是作为提醒，看个人所需。所以两台最大的差异点，我认为其实是在配色。BP04的颜色就真的看起来比较旗舰、比较尊贵。那我的建议就是依照个人的喜好或者是居家的配色来去决定，这两者它们的价位相差了2000块，但是颜色这个东西是你可能接下来要用10年的配色，所以从今天9月14号开始，一直到9月27号开放预购，9月28号正式上市，完整的上市资讯我都已经把它放到叙述栏位里面了，欢迎参考。那作为 Dyson 全新形态的空气清净机，除了在外观的设计上面维持超现代的质感，取名叫做 Big and Quiet， 其实也是名副其实的大空间的空气清净能力，大滤网、大风量，同时保持安静，也有符合经济部能源局的1级效能的标准，是大空间空气清净机的不二之选，推荐给大坪数家庭以及室内空间来去使用。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，希望我们的分享对你的选择是有帮助的。如果说你觉得我们做的还不错的话，欢迎帮我们按赞、留言、订阅、分享，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帮助。我是艾尔文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